白天都不在家，看看电表还在跑数吗？线上有电流 1.9 安，换成功率是电流 1.9 安乘以电压220伏，418瓦，2个小时进1度电。什么电器在用电呢？一样用电，为什么邻居家用的比自己家少呢？一个月用电400-500度。现在家里没什么电器在用，但是有 1.9 安的电流，有400瓦的电器在运行。一天24小时，那就是10度电，一个月就是300度。去家里看看，配电箱都是新装修新下的线，原来的老线都没用。房主说有个中央空调，怀疑是这个东西在用电，就是最边上这个电闸。现在没开，但是我也得掐一下电流，一直处于待机状态。上面的电流是 0.5 安，0.5 安乘以220，待机功率110瓦。那一天呢，乘以24小时，乘以24，一天耗电2.6度。那一个月呢，再乘以30，一个月耗电79度，就是空调不开的情况下，一个月耗79度电。这个中央空调好像不能给它断电吧？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断电对空调不好。看看其他的电路哪一个还在用电，用电多少？这一路没用电，看这一路 0.6 安，这一路是什么电路呢？也是一个 0.6 安的待机电流。再看一下灯电路，不开灯没有电流，开灯开一个 0.5 安，开两个1安，这两个平板灯打开是1安的电流。再看电流 1.4 安了，又开了两个小灯 1.8 安，灯用电不多。刚才没开灯，但是这个电路一直有个 0.7 安的电流。这个电路是干啥的？拉掉这个电闸，然后再推上就知道是哪一路了。这是厨房的电闸，电器都没用，有 0.7 安的待机电流。还有一路普通插座的，再测一下它的电流 0.4 安。看一下什么电器在用电，拉下这个电闸，拉这两个，电流没了。推上这一个，有 0.1 安的待机电流。再推一下这个，瞬间的电流 3.7 安、3.6 安，这是在启动啊。然后电流慢慢的减小，变成了 0.5 安。这一路有个 0.5 安的待机电流。拉掉其他的电闸，可以单独看这一路，送上电。0.6 安，电器在启动，然后恢复待机状态。0.4 安，我也很好奇这是个什么电器，不开就有 0.4 安的电流。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关掉插座电源，变成 0.1 安了。这样几个待机的电器都找到了，平时不用电也有2安的待机电流。这一路送上电，电流往上升，7安多电流，8安。开了啥电器呀？洗衣机在运行，带加热功能，8安的电流。这还有洗碗机，还有2台冰箱。洗碗机是每天都用，洗碗机带加热功能。空调没开，电器也不多，每个月400-500度，要这么看是正常的。既然来了，就测一下漏不漏电吧。我前一个视频就说了，这个漏电它会跳漏电保护器，电路轻微的漏电对电表跑数没什么影响，反正测的他们家电路都很好，也没办法预测它一天用多少电器，耗多少电。房主查的电费用电多的时候是在晚上12点以后，这个我有点搞不懂。晚上12点以后到第二天7点，什么电器在用电呢？插上新买的电暖风，一会儿插座就没电了。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电流大，电闸小跳了。看看有没有闸跳的，有一个闸跳了。哎呀，合上闸就解决问题啊！这个还用找电工吗？这种情况不找电工找谁呀？就得找电工。可能是电闸坏了，那也好修，换个电闸就好。打开配电箱看看，这个电闸下边啥也没接，这么说这个闸早就坏了。
把这路线并到旁边的电闸上了。看了一下，这些电闸没有跳的，那就测一下线路有没有电。3项进线，这一项没有电，这一项进线就没有电，出乎我的预料啊！所以下边这线路红色的这一项都没有电，这个得出去看看上一级的电闸，再往上找就是它了。总电表里面2个电闸，也不知道是哪个电闸有问题。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所以说我打开看一下吧。这个电路应该说个人电工不能随便动。我也只是测一下，确定是问题在哪。缺项电，这个是从电表出来的电闸。测这个进线3项电都是有电的，电比都亮。那就测从电闸出来的线，电比不亮，缺项。其他2项没问题，跟刚才测的一样，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电闸的问题。进线电压正常，测的3项2两之间不到400伏，很正常。测下边没有220伏，这2项可以。可以确定这个闸是坏的，缺了一项电，换个电闸就行。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把闸拉下来再推上去就能好，但是这个不行，很明显这一项都落不到底了，这个闸得换得停总电，得找物业来换或者供电所来换。不是我个人换不了，是因为我停不了电，那就问一下物业吧，能不能停电。物业的师傅来了，说总电停不了，一停很多家都得停，这个不归他们管，得找供电所的师傅。这种现象我心里也犹豫，你说我给他换还是不换？换不出问题可以，当然带电操作这些都没问题。万一出问题呢？我电闸都准备好了，他要是能给停电我就换了。这不是我懒啊，不给停电不干。很快抢修的师傅就来了，把情况给师傅说了一下。就是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很多师傅都喜欢用这种电笔来测电，就是检测有没有电，确定了缺一项电，直接动手带电换。你要说带电换有没有危险？有。你肯定会问，为什么不戴绝缘手套呢？那个绝缘手套我戴过，可不方便了，可笨了，不方便操作。那这种危险吗？现在危险的不是说电到人，而是2根火线之间碰一起。其实电这东西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你看啊，一般老电工都知道，手绝对不会碰带电的部分。让我换也是这么换，就是无论电线有没有电，都不要用手去碰这个有电的部分，别让线头碰在一起，或碰到铁的东西。当然能不带电就不带电操作，还是安全第一。有些东西就是外行看了心惊胆战，很害怕。但是常干电工的就知道这样操作没问题，很安全。感谢师傅给换好了，还是要测一下进线电压。好了，都正常了，直接合闸送电，没电的电路都有电了。这个就不管了，就这样了。空调电路、厨房电路都很好，没问题。这样维修就完事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